美国为何要在短期内投入巨资购买中国商品？美国的爆买对中国来说为何会有很大的潜在风险？中国制造业又存在着怎样的劣势？近日，媒体指出，由于国内遭受严重疫情，使得本国的经济不断的下滑。美国为了使本国经济复苏，就采用了美国建国以来最大资金量的经济刺激政策2万亿美元投资法案。这一法案，美国的目标就是中国，旨在大量购买中国货，刺激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，从而将自己本国的经济压力转移到中国，达到经济复苏的目的。2万亿美元也将相当于13万亿人民币，体量可谓相当大。全球最有钱的国家投巨资来买爆中国货，中国人该偷笑吗？随着美国大量买进中国货，就产生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。其中最大的就是使得中美航运费暴涨4500多美元，相当于3万元人民币。然后对此有专家警告，美国通货膨胀已成功转移到中国。那么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？这对两国带来了怎样的影响？让我们来看看美国通过这一法案带来的影响，从而中国是怎样应对的。我们都知道，中国和美国是世界经济较大的两个经济体。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发展也将会对世界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，而且随着中国和美国之间经常有这种各样的明争暗斗，也有发生各样的经济摩擦，加上美国长期对中国采用贸易单边主义和单向贸易，这就为两国经济贸易平等的往来造成了较大的影响，也会为两国之间经济的平稳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。所以中国和美国采取怎样的贸易策略，都会对世界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。而且值得一提的是，尽管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并大大提升了关税，这也使得中国人民币的汇率进一步升值，也使得中国在与美国的贸易战中能够取得较大的胜利，占据较大的优势。据报道，在2020年，中国再一次实现了对美出口的历史性新高，也再一次创造了中国奇迹。据悉，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，2020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速相较于2019年增长了7.9%，出口总额达到3.1万亿元人民币。美国也由此替代欧盟，成为2020年中国对外出口总额最大的国家。另据阿里巴巴国际站相关报告，2020年阿里巴巴国际站累计实收交易额同比大涨101%，其中购买中国货最多的国家正是美国。所以这也可以看出美国对于中国货的青睐，也从侧面突出了中国货在美国的重要地位，有利于为其解决大量的民生问题，刺激美国国内的消费。所以此次美国在国内遭受疫情的重大打击之后，还通过刺激经济增长的法案，大量从中国进口产品，也来满足它本国的需要，发动国内的消费，从而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。美国也急切想把自己国内重大的紧急压力来转嫁到中国，以使得自己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。美国这种在中国割韭菜和薅羊毛的策略，也是他们惯用的伎俩，并且还屡试不爽。此次美国在国内大量的印制美钞，目的即是为了让大量美元分发到世界各地，所以他们此次便通过法案开启了全球大扫货的行动。但是又因为美国民众十分喜欢中国的产品，中国又是全球的制造业大国，各种日用百货、电子产品都从中国出口到世界各地。但是诸如中国的家电、服装、手机等商品，就是通过海运集装箱的方式源源不断地运往美国的大洋彼岸，但是大量运到美国的集装箱却收不回来，这就导致箱子紧缺，从而就使得两国的航运运费也跟着涨起来了。据悉，由于世界各国的疫情反复，使得国际货运物流受到了较大的影响，尤其是中国到美国的货运造成了美国多个港口的严重拥堵，这就给两国的货运造成了严重的影响，使得运送货物的集装箱滞留也就成了家常便饭，从而导致了集装箱的短缺，使得海运的运费也在不断的上涨。但是美国民众对中国货物的热情一直高涨不减，这就使得美国仍然在加大对中国货物的进口，所以这也就使得中美航运的价格不断的上涨。通过全球集装箱数据显示，中国前往美国的海运价格首次突破了13万元每箱，相较于之前的每箱10万人民币的海运价格，在短短几天的时间就暴涨了3万元，这感觉还是比较惊人的数字。这对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产生了较大的影响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随着中国和美国航运费的暴涨，这也使得中国出口到美国商品的价格也将要迎来上涨。据悉，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，无论是日用品还是电子产品，都又在大幅度上涨，从而来填平他们在航运费上所出的差价。这一举措很明显给了美国的消费者以重大的打击，因为他们已经面临着疫情的重大影响，又受到商家的提价打击，这也使得美国的民众对此也是感到十分的不满。但是目前的现状可能很难在短期里得到缓解，因为随着疫情的反复发展，使得美国在港口集装箱货运的拥堵情况很难得到缓解，这也就使得美国高额的航运运费很难在短期内得到缓解。加上随着美国本国经济受到疫情的重大打击，使得通货膨胀加剧，国内经济严重受挫，各行各业都受到严重的打击，所以此时的美国就急需要购买中国的货物，因为中国高性价比的商品有利于美国缓解国内的通货膨胀，加上美国民众对中国商品的青睐，有利于促进其国内经济的恢复发展，促进其缓解经济膨胀的压力。所以，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将对美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。对此，近日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领导人通话时也表示，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，两国没有理由因为竞争而陷入冲突。美方愿意跟中国进行更加坦诚的交流，在重点和优先领域内开展合作，避免误会和冲突。这可能也是美国总统拜登清晰地认识到了美国国内目前的发展现状，而使得他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方式缓和与中国的关系。因为随着美国美元出现疲软态势，美债收益率下跌，加上美国国内制造业受疫情影响出现产能不足，所以就使得美国总统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方式，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往来，大量买中国货，以此来缓解本国的经济压力，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。而对于中国来说，中国依靠制造业优势本可以占据卖方市场，但在国际市场体系中，中美的地位其实并不均等。长期以来，中国必须依存美国制定的市场规则来生存，这就导致了中国拥有的优势也会被美国制度所抵消。甚至随着国际原料与运输价格的上涨，一些中国企业在盲目扩大生产后反而越来越亏。这也就是最近中国政府开始出手调控出口市场的一大重要原因。由此可见，各国还是要综合本国的经济发展现状，制定适应本国发展的经济政策，稳扎稳打，加强联系与合作，才有可能促进经济的恢复与发展。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政策会如何发展，对世界经济会有怎样的影响。